第72章，兄弟，刘森跟我讲的这番话，让我心里特别的难受，因为这个经历我也有过。我刚刚来深圳，刚刚进公司的时候，我看到老妈的来电，内心就有一种恐惧感。我怕家里人的电话，我怕跟他们说话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脸。我的父母劳苦了一辈子，他们把所有的金钱和期望都赐予了我，别说是他们，连我们那个村的很多乡亲，他们都把我当成骄傲。结果我在深圳连生存的能力都没有，那种感受真的太难受，太痛苦了。刘森的话对我来说很有共鸣，然后我就把自己的这个经历也说了一下。刘森摇头道：“陈哥，我们还是有不同。”然后他跟我讲他的经历，原来他985毕业之后，进了湖北省的一所顶尖高中担任老师，工资和待遇都相当不错。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，他应该有望成为湖北的名师，但是他内心有一颗不安分的心，想着人活一辈子，反正怎么都试过，他不愿意过按部就班的生活，他不愿意过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到尽头的人生，所以他不顾父母反对，不顾亲戚的劝阻，毅然辞职南下。在进入博越之前，他已经干了2-3份工作了，但是没有一份工作坚持半年的，因为那些工作他都适应不了，都和他的理想差距很大。来博越之前，马从敬把他忽悠的热血沸腾，结果进来之后却是这么一家公司，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选择了，他只能被迫接受这份工作，他需要生存。陈哥，现在我解决了生存的问题，便想着重新去闯一闯，重新追逐一下我的梦想。刘森道。我问刘森，你的梦想究竟是什么？刘森道：赚钱，我要赚钱，赚很多钱。我以前很反感别人跟我提钱，因为我觉得那太庸俗了，但是现在我才知道，那几两碎银子真的能解万千忧愁。我现在如果有100万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而且我发现我身边的人遇到的困难和痛苦超过90%都跟钱是有关系的，包括老唐前段时间失恋，说1000到1万也是因为钱的原因。我愣住了，道：我操，老唐失恋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刘森摆摆手道：我们都没跟你讲，现在你是经理了，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们都不愿意干扰你的工作，怕影响整个部门的情绪。我皱了皱眉头，心中觉得有些难受。我和老唐、方柔他们都是最好的兄弟姐妹，我们以前无话不说，但是现在老唐有失恋，我竟然都不知道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我在工作上实在是要加强的地方太多，如果是马从敬，肯定不会有这种失误。刘森讲老唐的事情，原来老唐在老家那边有个女朋友，是家里介绍的，按照农村的规矩都定亲了，但是上个月吹了，就是因为老唐家里彩礼拿不出来，女方觉得男方这边经济实力不行，不愿意了。刘森道：上个月老唐拼命的干业绩，他跟我讲，他想凑2万块钱出来，只要2万这个婚事就能保住，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凑齐，我们都拿钱要借给他，他坚决不要。他说他最大的原则就是绝对不借钱，他怕借钱之后还不上，他已经对不起很多人了，他不愿意再对不起我们这些兄弟。我把手中的刀叉一扔，我 X 他妈，老唐跟你们不开口，跟我可以开口啊，他知道我还是能拿点钱出来的。刘森道：我跟老唐建议了，说你怕我们兄弟自己为难，不肯借我们的钱，陈老大那边你可以开口啊。老唐说你也不容易，而且你买了房，手头肯定也紧张，他的事情还是自己去搞定。我的心情瞬间变得非常难受，我站起身来喊买单，然后拽着刘森道：刘森，这里不是喝酒的地方，我们换个地方再喝。他妈的，今天必须喝醉，反正不管你是走是留，你跟陈哥没有喝醉过酒，今天我们醉一场，算是把我们兄弟的情谊给全了。我们换到香蜜湖的烧烤摊，我叫了1件啤酒过来，2人喝。我跟刘森讲，我对他有些冷落，这是陈哥做的不对，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在内心深处对他很重视，绝对是替他考虑过前途的。而且我说我的梦想也是赚很多钱，而且也面临很多机会。我讲到彭洪波请我去干营销总监，给我开年薪20万，但是最后我婉拒了。我说拒绝的理由也简单，那就是天下没有掉馅饼的事儿，揽瓷器活是需要金刚钻的。我在博越公司的时间不长，学到的东西还不够，就算别人给了我机会，我出去也把握不住，所以才下决心留在博越。我跟刘森讲，博越这边可能赚钱不是太多，但是这个工作对人的锻炼绝对是最厉害的。我问他承认与否，刘森点头，这一点我承认，在博越我变了很多，尤其是从马从敬身上学到了很多，当然陈哥这边我也学到了很多。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一度还不看好你，但是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你真的厉害，我太佩服你了。我道：刘森，我以兄弟的名义跟你讲，你还是该留在博越，你至少还要留1年，我保证半年之内让你上肖工，你在博越干到了肖工，就能自己带团队干经理，你能干到经理，我给你介绍彭洪博，你去黄金锁业把那个营销的位子给接了，行不行？刘森不说话，低着头喝酒，但是我明显感觉得到，我和他的关系拉近了。我给老唐打电话，喊他出来喝酒。老唐来的时候，他拍了拍刘森的肩膀，
道：刘森，咱们兄弟一起杀出来的，这个时候不要当逃兵。他一句话把刘森整破防了。刘森嚎啕大哭的道：陈哥，我辞职真的不为别的，我只是觉得你把老唐当兄弟，把方柔和张静还有宋小波都当兄弟，但是我跟他们好像有差别，我们之间隔了一层，我们好像不是兄弟。我一杯酒举到了空中，一下竟然变得感性了，道：刘森，我把老唐几个当兄弟，把你刘森当老弟，这是哥的真心话。我实话讲，我们的兄弟感情是一穷二白的时候筑牢的，未来怎么样谁他妈知道，但是此时此刻我们之间不应该有隔阂。在我陈斌这里，我可以对天发誓没有隔阂，如果我信口胡言，天打五雷轰。